今天我们来聊聊人到中年后如何用出健康，用出长寿。许多人以为人上了年纪就该省着用，能坐着就不站着，能躺着就不走动，好像身体是用的越少就越不容易坏。但事实恰恰相反，很多病其实都是懒出来的。如果您不想将来晚年只能坐在轮椅上，离不开成人纸尿裤，那么即使再懒，下面这4个动作也一定要经常做。对应的4个器官越用，它们反而越长寿，关乎您晚年的生活品质。俗话说，树老先老根，人老先老腿。上了50岁以后，腿脚的活动对健康的影响更为显著。许多长寿的老人都有一个共同点，腿勤，爱走路。经常走路的人不仅下肢有力，身体其他机能也跟着受益。反之，如果整天久坐不动，腿部肌肉逐渐萎缩，平衡能力变差，稍有风吹草动就容易摔倒骨折，最后可能真的只能坐在轮椅上了。现代医学研究给出了惊人的数据。英格兰运动医学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显示，人过40岁以后，如果平日活动量很少，那么只要把每日步行时间增加到将近111分钟，大约2小时，整体寿命就有望延长接近11年之多。是不是非常不可思议？每天2小时的步行，看似不起眼的小改变，却可能换来10年左右的长寿红利。这是因为步行，尤其是快走，能调动全身最大、最有力的下肢肌群。腿部肌肉被称为人体的第2心脏。走路时，小腿肌肉的收缩扩张宛如水泵，帮助将血液从下肢推回心脏，促进全身血液循环。快走还能锻炼心肺功能，增强心脏供血能力。对中老年人而言，快走属于强度适中的有氧运动，不会像剧烈运动那样有高风险，但又足以让身体各部位都活跃起来。研究还发现，哪怕已经到了70、80岁，高龄老人依然能从每日步行中获益。比如，有长期随访研究对数百名70岁以上长者进行观察，发现那些每天坚持户外走路的人，不仅寿命更长，身体机能衰退的也更慢。反之，几乎不走路，总是宅在家里的老人，心肺耐力明显下降，更容易出现行动不便的情况。试想一下，2位同龄老人，一位每天早晨出门快走半小时，风雨无阻，另一位却总嫌腿脚无力，干脆哪里也不去。10年后，前者也许依然步态稳健，后者可能已经腿脚萎靡，走几步就喘，甚至需要依赖拐杖和轮椅。差别就是这么产生的。有些人担心，我膝盖不好，走多了会不会伤膝盖？其实大部分人的膝关节问题都不是走出来的，而恰恰是不走才越来越严重。长时间缺乏行走锻炼时，腿部肌肉会变得松弛无力，无法给关节足够的支撑，反而让膝盖更容易受伤。而适度的走路能强化腿部肌肉和韧带，增加关节润滑液的分泌，帮助膝关节保持灵活。当然，如果关节已经有退化性病变，走路时要注意选择平坦柔软的路面，穿舒适的运动鞋，循序渐进地增加步行时间，不要过度勉强自己。总的来说，与其怕膝盖疼不走路，不如通过走路去延缓膝膝老化。医生们常说动则养筋骨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除了日常多走路，适当做一些腿部力量训练，效果会更好。例如，每天扶着椅背做几组深蹲或半蹲，可以锻炼大腿和臀部肌肉。练习踮脚尖则能强化小腿肌肉和踝关节的平衡能力。这些动作简单安全，在家随时可做。腿部力量增强了，不仅走得动，还能预防跌倒。很多老年人害怕跌倒骨折，一怕就更不敢动，但越不动，肌肉越衰退，反而更容易跌倒，形成恶性循环。而经常锻炼腿脚的人，本身平衡性和反应速度都较好，即使偶尔踩个空，被绊一下，也更可能及时稳住，不至于摔倒受伤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走路这件事不只是锻炼腿，还间接锻炼了大脑。走路时，我们会不自觉观察四周环境，思考路线，这对大脑也是刺激。有研究表明，坚持散步的老人，大脑认知能力下降得更慢，患失智症、老年痴呆的风险也较低。这可能是因为走路促进了全身血液循环，改善大脑供血供氧，再加上户外的新鲜刺激，让大脑持续处于工作状态。
因此，走路不仅让您腿脚灵活，还能让头脑灵光。可以说，迈开腿是通往长寿生活的一把金钥匙。大脑是另一个越用越灵光的典型器官。有人把人的大脑比作肌肉，用则进，废则退。如果闲置太久，不加以思考和学习，脑细胞的连结就会慢慢减少，大脑功能会退化得更快。特别是50岁以后，很多人开始出现记忆力下降、反应变慢的迹象。这时更需要主动的用脑，才能对抗大脑老化。否则，大脑一旦懒惰成习，就容易朝着老年痴呆的方向滑去。幸运的是，大量研究证实，只要肯勤动脑，哪怕上了年纪，也能保持头脑敏锐。多项研究显示，经常阅读、下棋、学习新技能的老年人，罹患认知障碍或失智症的风险可降低 30%、50%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您养成每日动脑的习惯，得老年痴呆的概率也许能降到原来的一半以下，这是非常可观的风险降低幅度。为什么动脑能防痴呆呢？大脑其实具有可塑性，就像树泥一样，哪怕老年人也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让脑内形成新的联系。当我们学习新东西，大胆用脑时，脑细胞之间会建立更多回路，脑部血流量也增加，神经递质更活跃。长此以往，大脑的认知储备提高了。即便将来有一些病理性的改变，比如阿兹海默症的病理，我们也有更高的脑容量去抵抗它，在表面上不容易发生明显的痴呆症状。哪些动脑活动特别有益呢？首先，阅读是一个门槛低、收益高的选择。每天读书看报，可以让大脑持续接收新资讯，进行理解和记忆，非常有效地刺激脑部各区域的协同工作。其次，下棋、打牌、拼图、数独这类需要动用策略和计算的游戏，也能训练思维能力，预防脑退化。此外，学习一门新技能更是对大脑的全方位锻炼，例如学习一门新的语言，学一样乐器，甚至学会使用智能手机新功能等等。别觉得好像人老了学不动，事实上有很多70、80岁的长者依然在学习，有人高龄考取大学学位，有人退休后自学书法绘画。这些例子都告诉我们，大脑的潜力远比想象中强大，只要愿意挑战，它就能给出惊喜。美国梅奥诊所的研究还发现，从事手工艺等精细活动的高龄老人，患轻度认知障碍和痴呆的风险更低。比如编织、木工、绘画、写毛笔字、下厨、做菜等，都需要手脑并用，不知不觉中锻炼了大脑的注意力、空间想象和计划能力。这提醒我们，大脑锻炼不仅局限于用脑思考这种形式，各种需要动手的爱好其实也是动脑。俗话说，心灵手巧，手的灵巧离不开大脑的指挥。反过来，勤于动手又能促进大脑灵活。所以上了年纪，更不要放弃那些让自己动起手来的小爱好。也许您觉得只是打发时间，却在不经意间给大脑做了体操。除了动手的活动，嘴勤其实对大脑也有帮助。这里说的嘴勤是指勤于社交，喜欢说话交流。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一项研究显示，每天都参加社交活动的老人更长寿。经常聊天与人交往，一方面需要动嘴说、动耳听，能活络面部肌肉和听觉皮层；另一方面，社交过程中我们需要理解对方意思，组织语言回应，这本身就是对大脑沟通功能的锻炼。爱聊天的老人思维通常不会太迟钝，因为他们的大脑天天都在社交运转模式。相反，一些人退休后封闭自我，不出门，不联络朋友，大脑长期缺乏刺激，很容易变得反应迟钝、郁郁寡欢。事实上，良好的人际互动对老年人的心理和认知健康都至关重要。有研究指出，孤独感会加速认知能力下降，而融入社交圈子能显著降低抑郁和痴呆的风险。所以千万别嫌老朋友话痨，每天聊聊天、拉拉家常，可能是在不知不觉中给自己加分呢。再者，保持好奇心也是让大脑保持年轻的秘诀之一。某项针对100岁老人的调查就发现，长寿老人普遍有着强烈的好奇心，乐于接触新鲜事物，哪怕到了90岁，他们依然会关心时事新闻，学习使用新电器或新手机功能，喜欢尝试没吃过的菜。
这种对世界的热情和探索欲，其实就是在逼着大脑不断适应变化，吸收新知识。因此，想要大脑不生锈，请像孩子一样保持一些好奇，哪怕学点以前从未接触过的东西，都比每天浑浑噩噩只看电视来得强。您可能会问，都这把年纪了，用脑有这么重要吗？难道不能顺其自然？但试想，如果不用脑，不去学习和想事情，日子久了，忘东忘西，小事糊涂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多，最终可能发展到不认得家人，丧失生活自理能力，那时候后悔就晚了。与其将来陷入痴呆而不得不穿上纸尿裤，被他人照料，不如现在就多给大脑一点刺激。活到老，学到老，不仅是充实生活的态度，更是保持大脑年轻的不二法门。讨论完腿和脑，现在来谈一个比较羞答答却很重要的部位，膀胱以及盆底肌。很多人年轻时不以为意，到了老年才发现如厕成了一大难题，不是频频往厕所跑，就是憋不住尿，一咳嗽大笑就漏出来，严重的甚至需要长期使用成人纸尿裤，非常影响生活品质。其实小小膀胱蕴藏着长寿的奥秘，越勤加训练，到了晚年越不容易罢工。我们常说的提肛运动，其实就是在训练膀胱和控制排尿的肌肉，这是一个简单又随时可做的保养动作。首先要了解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泌尿系统确实在逐步老化，膀胱壁的弹性会下降，容量变小，所以老年人容易频尿。控制排尿的肌肉，盆底肌和尿道括约肌也会变得松弛无力，所以容易漏尿。女性因为生育和更年期的关系，盆底支持结构更容易受损，尿失禁的问题比男性更普遍。而男性随着前列腺增生，也可能出现尿腺变细、排尿不尽等麻烦。如果年轻时长期缺乏锻炼，姿势不当或肥胖，导致盆底肌提前变弱，那老了之后问题会更严重。然而，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后天锻炼来延缓、改善这些问题，关键就在于一个勤字。医生们常推荐的凯格尔运动、提肛运动，就是锻炼盆底肌最有效的方法。具体做法也很简单，想象自己正在憋尿，然后用力收缩肛门和尿道附近的肌肉，保持收缩3秒钟，再放松休息3秒，如此反复进行。刚开始可以连续做10次收缩，休息一会儿再做下一组，每天争取做3到4组。这组运动动作隐蔽，你可以躺着做、坐着做，甚至上班开会的时候偷偷做，没人会发现。但是它的作用却不容小觑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，多数人会发现憋尿的能力增强了，跑厕所没那么频繁了。一些轻度尿失禁的患者也反映漏尿的情况逐渐减少。对女性而言，提肛运动还有助于改善子宫脱垂、阴道松弛等盆底问题，而对男性而言，它也能强化控制膀胱的肌肉，预防老年尿失禁。此外，这个运动能促进盆腔的血液循环，对前列腺健康也有一定好处，可谓一举多得。除了肌肉锻炼，还可以尝试膀胱训练，来提升膀胱的耐力。所谓膀胱训练，就是有计划地安排如厕时间，不要一有尿意就立刻跑厕所，而是试着延迟一会儿再去解决。比如平时平均每隔1小时就想上一次洗手间，那可以刻意延长到1个半小时去一次，让膀胱慢慢适应存储更多尿液。当然，这个延迟的过程要量力而为，不能勉强憋到难受，甚至尿裤子。正确的方法是循序渐进，比如每周增加15分钟的间隔时间，让膀胱逐步习惯稍多的容量。经过几个月的训练，有些人发现从每小时一趟厕所变成2-3小时才需要一次，大大提高了生活便利度。配合提肛运动一起进行，效果更是相辅相成，一方面增强膀胱控制肌，另一方面提高膀胱容量，双管齐下，让您白天活动时不用频跑厕所，夜里也能一觉睡到天亮。当然，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很重要，白天适度多喝水，保持身体水分，膀胱有规律的充盈排空，反而是种锻炼。但睡前2小时尽量少喝水，以免夜尿过多影响睡眠，避免过度摄入咖啡因和酒精，因为它们会刺激膀胱，让人更频繁的想尿。还有一点很关键，千万别不好意思看医生。如果已经出现明显的尿失禁问题，
及早就医咨询专科医师，他们可能会根据原因给予药物治疗或者物理治疗，教您更专门的训练方法。就算需要使用纸尿裤等辅助，也可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综合管理，不要自己闷着不管，主动面对，勤于改善，才能换来晚年如厕的从容不迫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您通过勤练这些简单动作，将来80岁时依然能说走就走，想上厕所自己解决，不必尴尬的麻烦他人，这该是多么自在的晚年。反之，若现在偷懒不管，等到失禁严重，不得不穿尿布，那时候再懊悔为时已晚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把膀胱和盆底肌也纳入您的日常锻炼清单吧。每天花上几分钟提肛收缩，举手之劳，可能换来日后几十年体面的生活品质。最后要说的这个器官，常被大家忽视，但对长寿极其关键，那就是牙齿。俗话说，牙好，胃口就好，身体自然棒。然而不少人上了年纪后，对牙齿采取省着用的态度，生怕咬硬了把牙崩坏，干脆专吃软烂的食物，不敢啃骨头咬苹果。更有甚者，懒得刷牙护牙，觉得反正老了牙迟早要掉几颗，殊不知牙齿越不用越退化，最后真的会加速脱落。而失去了牙齿，不但影响吃东西，还会连累到整体健康和寿命。我们先从吃东西说起，人过中年，消化功能本来就在逐渐减弱，如果还不好好咀嚼，胃肠负担就会更重。细嚼慢咽其实是养生的要诀之一，把每一口饭菜多咀嚼几次，磨得更碎更烂，再吞咽，有助于食物的消化和营养吸收。相反，如果囫囵吞枣，食物大块地进入胃里，既不利于营养释放，长期还可能造成胃肠功能紊乱。老话说，能吃是福，但如果牙口不好，很多有营养的食物都嚼不烂，消化不了，福气也就享受不到了。那些长寿的老人，往往都有一口还算不错的牙，能吃麻麻香，营养跟得上，身体自然更硬朗。因此，保护牙齿，保持咬合力，实际上就是在为长寿打基础。有人可能会问，牙齿用多了，不就磨损严重，更容易掉吗？其实不然，正常频度的咀嚼不会伤害牙齿，反而可以刺激牙周组织保持健康。咀嚼时，牙齿受到适度的压力，会促进牙槽骨的代谢和再生，牙龈也因血液循环加强而更健康。如果长期只吃软食，牙齿得不到锻炼，牙槽骨反而会因失去刺激而加速萎缩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退休后天天吃稀饭面条，不到几年牙齿反而更松动了。因为牙齿派不上用场，身体索性提前把它们退休掉，所以该啃的苹果还是要啃，该嚼的坚果、玉米也尽量去嚼，前提是您的牙齿目前没有严重问题。适度让牙齿咬合一些稍有硬度的食物，能保持咀嚼肌肉的力量，也让牙齿含下颌骨处于工作的状态，延缓退化。除了在吃上多咀嚼，牙齿的日常护理更是一步不能省。认真刷牙，使用牙线清洁牙缝，定期洗牙检查，都是为了让您在七老八十时还能保有更多原装牙。日本有个有名的8020运动，号召全民活到80岁还要有20颗自己的牙齿。这并非空穴来风，调查显示，日本许多长寿老人到了80多岁依然牙口健全，得益于他们成年后就非常重视口腔卫生与护齿习惯。而且研究发现，牙齿数量的多寡和老年人的认知能力还有关系。保持较多天然牙的老人失智症的发生率明显更低。缺牙太多，不装假牙的人因咀嚼效率下降，大脑得到的感觉刺激减少，长期下来可能加速脑部退化。有项日本研究指出，如果一个老年人满口牙所剩无几且没有得到修复，他罹患失智症的风险会飙升约 1.6 倍。可见牙齿不但是饮食工具，还牵动着整体健康，真的马虎不得。良好的牙齿状况还与心血管健康相关联。国际上有研究发现，牙周病严重的人，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都比牙齿健康者更高。推测原因之一是长期的牙龈慢性发炎会影响全身的血管健康。因此，护齿其实也是在保护心脏和大脑。别看牙齿只是一张小小门户，
关乎的领域却不少。长寿老人常说，人齿固则根基固，意思是牙齿稳固，人就元气充足，根基牢靠。可见古人早就认识到牙齿之于健康的重要性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务必要摆脱省牙的误区。想想看，我们年轻时从没刻意省着用牙齿，该吃硬的吃硬的，牙齿反而牢固。怎么上了年纪反而处处小心翼翼？其实只要平时保持口腔卫生，不拿牙齿去啃不该啃的硬物，比如瓶盖，正常的饮食咀嚼不会让牙齿突然掉落，倒是不使用才会逐渐退化。所以想长寿，先练好牙口。如果您的牙现在不太好，咬不动东西，也建议及早去看牙医，能补的补上，能装假牙的装上，不要因为缺牙就任由咀嚼功能下降。装了假牙也要常咀嚼锻炼牙床。很多人戴上合适的假牙后，一样可以咬苹果啃玉米，生活质量大大提升。最后提醒，吃东西时记得慢嚼细咽，既是对牙齿最好的爱护，也是对肠胃的体贴。每一口食物至少咀嚼20下以上再吞咽。养成这个习惯后，您的消化吸收会明显改善，牙齿也能更好的发挥价值。每顿饭不仅是味觉的享受，更是给牙齿和下巴做运动的机会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说了这么多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主题：人到中老年，千万别懒，省着用身体，其实是在透支健康。用进废退才是自然规律。腿不走路，腿脚就不灵便；脑不思考，智慧就不灵光；膀胱不锻炼，迟早闯祸；牙不咬东西，功能渐失。相反，经常使用、适度锻炼这4个部位，能大大降低衰老带来的种种风险。现在的生活节奏快，许多人工作一忙就是一整天坐着。数据显示，我国居民平均每天静坐时间高达 8.8 小时，而中等强度以上的活动却少得可怜。长期久坐不动会带来什么后果？研究已经给出了警示，每天久坐超过11小时的人，未来整体死亡风险比久坐少于9小时的人增加了 57%。 哪怕事后补救性的运动，也难完全抵消长时间不动对身体的伤害。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，缺乏身体活动是继高血压、吸烟和高血糖之后，影响全球死亡率的第4大危险因素。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告诉我们，不动绝对不行，懒是长寿的大敌。回想那些健康硬朗的100岁老人，他们当中极少有终日懒散好逸务劳之辈。相反，他们大多数人在高龄仍保持一定的活动量和社交爱好，该走的路每天走，该动脑的时候毫不偷懒，该张口聊聊天、唱唱歌绝不闭门不出，生活规律而充实。因此他们才能在岁月长河中依旧保持较高的生活品质，不靠轮椅，不用尿布，思路清晰，腿脚利落。这样的晚年其实并非可遇不可求，而是可以通过我们现在的努力去实现的。俗话说70岁人看50岁腿，意思是上了年纪之后，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如何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腿脚是否依然有力。同理，我们也可以说，看一看牙齿就知道这人身体怎样。至于脑子灵不灵光，如厕控不控制得住，更是对生活品质影响深远。把这4个器官养护好了，您就掌握了通往长寿的4大法宝。总结一下，50岁之后也好，任何年龄段也好，都请记住这4勤：腿勤，经常走路动腿，锻炼下肢力量和心肺功能，预防失去行动力；脑勤，持续学习，用脑，培养兴趣爱好，预防认知退化，让晚年头脑清醒；膀胱勤，勤加提纲练习，养成良好如厕习惯，强化控制能力，避免日后尿失禁的困扰；牙勤，吃东西时细嚼慢咽，该啃就啃，保护好牙齿，维持良好消化和营养状态，降低各种疾病风险。亲爱的朋友，生命在于运动，在于用。现在开始，别再让自己的身体闲置荒废了。从今天起就站起来活动筋骨，翻开书本动动脑筋，抽空做做提纲体操。吃饭时认真咀嚼每一口，刚开始可能有点累，但您的身体会很快回报您。腿更有劲了，腰板直了，精神好了，胃口也开了。日复一日的积累，
将在未来换来一个充满活力与尊严的黄金晚年。还记得我们开头的目标吗？不坐轮椅，不穿尿布，自由自在，健康长寿。这目标其实并不遥远，只要您从现在做起，善待并请用您的4大宝器：腿、脑、膀胱和牙齿。别忘了，90%的老人都是因为不动才生病的，千万别等到躺在病床上，后悔当初没有多动一动，现在行动起来还不晚。愿您我都能做那个勤快用身体、孝对高龄的人，为自己的晚年幸福加码。让我们一起动起来，迎接更长寿、更美好的未来。